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6月30日啊，咁啊，即係呢幾日我思考緊個問題，香港係咪一個路徑崩潰嘅狀態呢？到底上一次香港咧進入咗個路徑崩潰嘅狀態呢，就係90年代，呢個叫結構性經濟轉型啊嘛。因為咧香港嘅經濟奇蹟呢係點樣嚟呢？就1842年開始就割讓俾英國，就主要做轉口港生意啊，咁啊當然好主力係做鴉片生意啦。去到1880年呢，咁啊香港咧就轉型啦，就成為咗呢個嘅國際金融中心。就除咗呢個轉口生意之外，仲多咗金融業。我以往已經同大家解釋過啦。咁但係香港經濟嘅奇蹟真正嘅發展呢，其實就喺上世紀50、60年代，就大量嘅大陸人咧嚟香港。咁佢哋喺香港度經營好多生意。咁其中咧好多廠家就嚟咗香港咧就開廠。香港咧突然間變成一個工業社會喎。咁做即係呢個嘅電子零件啦，做玩具啦，做成衣。喂，呢個香港咧，即係幾代人就係靠獅子山下嘅精神係山寨工廠起家。李嘉誠都係穿膠花起家啦。咁但係隨住改革開放咧，呢個路徑就崩潰咗。即係因為咧，你大陸開廠嘅成本就遠比香港平，而且咧土地大好多，勞動力咧亦都密集喎。咁所以咧，上個世紀嘅90年代咧，香港第一次進入咗一個路徑崩潰，就係傳統嘅工業徹底崩潰啦。咁但係一個行業崩潰，香港仲有頭先我講嗰幾個啊嘛，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仲有呢個嘅轉口貿易啊嘛。咁呢兩大支柱咧，仍然屹立不倒啊。加上咧，即係70、80年代開始咧，香港成為咗旅遊天堂，好多外國客、西洋客嚟香港打卡去下香港仔碼頭影相啊，行下呢個嘅尖沙咀嘅海旁啊、維多利亞港啊，即係仲有朝聖下李小龍嘅一啲嘅遺址啊，咁啊情況咁所以呢個香港咧仲有得做，佢只係咧路徑崩潰咗一隻角嘅，另外嗰幾個行業咧仲屹立不倒啊！咁但係問題去到而家啦，去到2025年，另外嗰幾隻角點咧？呢個嘅航運業啊，自從回歸之後大陸越嚟越開放，鹽田港、蛇口港嗰個地位遠遠係拋離咗香港啦，加上仲有上海咧，咁所以呢個嘅航運業咧，佢而家仲有一定嘅影響力，但係已經風光不再。金融業咧，哇，而家仲屹立不倒嘅，坦白講，而家金融業可能仲有啲受益添，隨住特朗普即係要中國嘅企業咧就退市，咁好可能香港嘅金融業仲會支撐到一段時間。咁但係過去嗰20幾年咧，爆炸式增長嘅就係自由行啦，房地產業咧就喺50、60年代開始有爆炸式增長，造就咗香港幾代人嘅呢個財富啊。去到而家呢一刻，係咪會出現咗崩潰咧？而呢個崩潰同上世紀90年代淨係得工業一個崩潰係唔同喎。而家似乎就係房地產業啦、零售業，因為北上消費潮啊，同埋咧大陸嘅自由行咧，已經唔係好似過去嗰20年啦，即係咁風光咁購物啦。而家就係深度遊、文化遊、打卡遊、廢墟遊，去下彩虹村啊、鰂魚涌啊，影下嗰啲即係即將拆卸嘅房屋，或者嗰啲破爛不堪嘅一啲後巷。即係而家消費模式唔同咗，咁所以我今日就借研究下楊受成家族啦嗰個歷史啊。喂，其實咧就可以睇到香港係咪出現咗一個路徑崩潰嗱？因為咧新聞今日就話啦，楊受成家族咧旗下嘅一個英皇國際，英皇國際咧呢間公司163上市編號163啊。喂，佢而家咧已經有166億嘅貸款已經預咗期啊。核數師德勤咧話冇發表意見啦。喂，唔發表意見啊，質疑佢繼續經營嘅能力。點解唔發表意見啊？掌握唔到數據啊！因為呢一個英皇國際咧，主力係做地產生意嘅，就係做呢個寫字樓嘅收租，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做商鋪嘅收租，第三咧就係做呢個房地產樓盤嘅買賣。喂，呢三個生意咧，呢幾年由治及興之後係崩潰咗呢個嘅香港，首先咧即係零售業生意已經係因為北上消費嘅問題，啲鋪租咧就係收唔翻原本嘅鋪租，自由行嘅消費力減下咧，令到個鋪租咧亦都係大不如前。咁所以唔好話佢好多人即係收鋪租嗰啲人都嚴重虧蝕。鄧成波家族就俾人入稟申請破產喎。
鄧成波家族就係鋪王嚟噶嘛，咁啊近年咧屢陷財困嘅，而家要申請破產。咁而呢個嘅英皇國際咧，佢欠債166億，其實就無力償還噶啦。而家咧已經係觸犯咗銀行嘅一啲嘅貸款條件，其實銀行可以隨時 call 窿。咁啊新世界亦都係有同樣嘅情況啊嘛，但係新世界咧個好處就係咩咧？佢本身家底夠厚，咁所以咧就可以透過變賣家產啦。銀行都仲信佢可以變賣家產嘅，咁所以新世界仲可以化債。啱啱6月份咧就達成咗882億嘅化債，就即係發行新債咧去冚咗啲舊債，咁啊可以繼續維持一段時間，就希望咧等個樓市啊或者經濟好翻嘅時候，再賣啲資產出去嘅時期，就可以抵償到償還到原本嘅欠債。咁但係楊受成嘅英皇國際似乎就困難啦，因為佢而家旗下嘅物業大部分已經可能抵押咗噶咯，咁所以佢還款能力係即係成疑嘅，咁啊即係變相講爆雷啦。咁但係當然呢個咧英皇國際咧只係英皇集團旗下嘅一間公司，但係都係主力公司嚟噶啦。呢個英皇集團咧旗下有好多間公司，有7間上市嘅公司。呢個163就係英皇國際，就主要做地產噶。英皇資本集團就主要做金融嘅。咁啊，金融業可能都仲有得做嘅。但係呢個嘅名貴鐘錶業咧，英皇珠寶咧，英皇鐘錶珠寶，喂呢個係仲有錢賺喎。但係咧賺嘅利潤咧已經係微利嚟嘅，因為你要去嗰度買柏德菲涅啊、肖邦啊、伯爵啊，平平地買隻勞力士。喂，隨住經濟嘅收縮咧，啲富豪、中產階級揾嘅錢少咗，買都少咗。但係當然佢仲有一定嘅優勢，所以佢而家仲賺緊錢嘅。佢嘅優勢就係咧，即係香港係免稅港。喺大陸買呢啲錶咧係貴嘅，喺英國買呢啲錶咧又貴嘅，又冇旅行又冇得退稅，你除非就去呢個嘅歐洲買啫，去瑞士，但係去瑞士買到先得㗎，即係買唔到啊，排隊都排唔到啊，入去淨係有得睇啊，又冇得買啊，你想要訂隻錶都好困難，咁所以咧呢個英皇珠寶鐘錶仲有得做，我睇佢每年咧都賺到1-2億嘅，但係其他生意咧就已經嚴重虧蝕喎。其他生意係嚴重虧蝕嗱，仲有呢個嘅英皇文化產業啦，咁呢啲咧就嚴重虧蝕啦，主要係做電影、做戲院嘅生意。咁而家香港戲院係執笠潮、結業潮、清盤潮，香港而家就係進入咗呢個咁嘅階段啊嘛，所以英皇文化產業係蝕錢呢個仲慘。英皇娛樂酒店係蝕錢喎，蝕幾億喎，年年都點解啊？喂，因為自由行而家咧嚟到香港好多都唔住酒店啦。即係即日來回翻深圳住，深圳租間房仔住，咁啊慳好多啊！香港1000幾百住一個200尺嘅房，咁佢梗係覺得唔舒服噶嘛，梗係翻深圳住啊，梗係住得舒服啲噶嘛，24小時通關，咁有乜所謂啊？咁所以咧，英皇娛樂酒店啦，就係嚴重虧蝕。但係嚴重虧蝕咧，另外一個最大原因係咩？就係同澳門有關，因為澳門喺2022年嘅時候咧，就修改咗呢個嘅賭牌喎。即係咧，本來咧過去嗰10幾20年就有啲叫衛星賭場。衛星賭場係咩意思咧？即係譬如話何鴻燊家族就擁有咗呢個牌照嘅咁澳博啊、新濠啊、銀河啊呢啲係擁有牌照噶嘛，3大博彩公司嘛，佢哋咧有11間嘅衛星賭場。咁其中一間咧就喺英皇酒店度喺何鴻燊家族嘅。咁呢個衛星賭場係咩意思？即係個賭牌嘅牌主。佢就有權喺其他咧唔係佢嘅場地嘅酒店度咧經營賭廳，就借個牌出去。咁但係而家澳門咧就要收緊啦。咁呢個對英皇打擊緊係好大啦。疫情嘅時期已經冇生意噶啦，已經係要虧蝕嘅年年。咁疫情後啊，喂，佢突然間就話要收翻個牌。喺22年嘅時候咧就話3年後收翻個牌，即係咧過去呢幾年啱啱開始復甦，澳門嘅旅遊博彩業咧復甦啊。咁但係咧，佢哋就要個牌照俾人收翻，所以楊受成呢個咧又受到重創打擊嘅。嗱，而家唔係淨係講緊楊受成一個家族，呢個係整個香港嘅縮影嚟，即係香港過去咧發達嘅行業，而家全部係面臨住呢個路徑崩壞。而路徑崩壞上一個世代就係90年代，就係工業崩壞，但係其他行業仲支撐到，仲有新嘅行業就係自由行嚟到可以頂住。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就幾個行業一齊出現崩壞，就係呢個嘅航運業已經係
不斷縮水，零售業因為北上消費潮咧崩壞咗，旅遊業因為窮遊，所以咧變成咗萎縮，外國嘅遊客嚟咧越嚟越少，即係高消費高增值嘅遊客嚟咧係較少嚟嘅，而家大部分都係啲相對低端嘅低增值嘅，咁所以呢個路徑又崩壞咗。咁啊，金融業香港可能仲有最後嘅繁榮，但係咧就係當美國嘅公司喺中國嘅美國嘅公司退市翻嚟香港上完市之後，呢個可能就會消化咗噶咯，因為你金融業而家諗住走一帶一路啊嘛，亞非拉兄弟路線啊嘛，杜拜路線啊嘛，你同嗰啲國家如果越嚟越密切，同傳統西方嘅資本咧就會越嚟越疏遠噶。咁所以呢一個係此消彼長喎，呢度我就諗啊，哇，可能出年呢，有啲已經港人有回流潮都唔出奇啊！佢哋嚟到英國可能覺得英國唔適應，咁就翻返去喺英國生活艱難就翻返去，可能佢做錯人生兩次決定喎。第一次就係嚟英國佢覺得好艱難啦；第二次又翻返香港，諗住可能生活好啲，但係結果可能就面對住第二次嘅艱難。咁當然。調翻轉咁睇，如果你5年前喺香港買一層樓嚟英國，而家你翻去買翻，可能就變咗6折。咁樣諗可能會好啲嘅。咁咧，我今日咧就花啲時間啦，即係了解翻楊受成嘅思想，佢嘅經濟思想。我睇到一段咧個幾鐘頭嘅演講，佢同陶傑喺商業電台因為2012年嘅時候咧，陶傑就幫佢寫咗個自傳，就叫做《爭氣人生》。佢有個幾鐘頭嘅對談，我覺得佢講得都幾精彩嘅兩個我都學到啲嘢對人生，譬如話楊受成佢講自己係有潔癖嘅喺辦公室喺屋企咧，所有衫咧摺到咧係妥妥貼貼嘅每次搭飛機嘅時候咧都會摺份報紙，摺翻睇完摺埋張被俾翻空姐就唔會劈喺度嘅。咁佢都係即係成功嘅人都有佢嘅。有個獨特之處咁佢有啲強迫症似乎，咁但係佢裏邊有一段對話呢，我就可以解釋到佢過去點解會發達，同埋而家點解會面對住呢個爆雷嘅危機佢就有一段呢，就解釋，佢就話佢叫所有公司嘅藝人包括霆鋒容祖兒阿 sa 就買樓買鋪一揾到錢咧開完演唱會就買鋪買樓，咁結果呢，阿 sa 咧容祖兒同埋謝霆鋒咧，過去嗰20幾年咧，跟住楊受成其實係發咗大達㗎。佢話當年2012年嘅時候，佢話阿 sa 有5間豪宅㗎喎，唔係阿 sa，容祖兒有5間豪宅㗎喎，謝霆鋒有好多間鋪㗎喎，跟佢一齊去買鋪㗎喎。佢就教霆鋒，佢話買樓咧就自住或者收租，咁但係咧樓咧個供應會不斷增加㗎，但係鋪就好難不斷供應增加㗎啦，所以咧買鋪係值錢過買樓嘅。咁喺2012年咧呢個係非常之有智慧嘅，湯文亮家族咧都喺嗰個時候咧就發咗大財啊嘛，就喺沙士之後自由行不斷嚟你香港咧冇辦法增加新嘅街鋪喎，你增加商場，但係商場嗰個消費力同埋街鋪嘅消費力又唔同噶嘛咁所以咧佢同謝霆鋒咧就不斷喺嗰個時候咧就收購咗好多鋪啦當然謝霆鋒嘅比例梗係比起楊受成英皇旗下嘅公司梗係少好多啦。咁但係呢個係佢嘅智慧嚟喎，咁但係問題呢個社會係會轉型嘅，而呢個轉型呢，就係出現咗喺而家2025年，就係隨住疫情之後網購嘅流行，哇！呢個真係好重要啊！以前呢，一定要行街買鋪，就係因為你要落街方便啊嘛，落街即刻可以買到你嘅生活所需，再加上自由行啦，去買藥房買尿片買奶粉買月餅。哇！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消費嚟，就令到鋪租咧就水漲船高咁貴價就買名牌手袋啦，喺尖沙咀、喺彌敦道廣東道呢啲名牌嗰啲開到成行成市，買電器開到成行成市。咁但係咧，而家係網購時代嚟喎，而家京東又殺入咗香港，係咪啊？仲有好多嘅拼多多各方面啦。喂，嗰啲平價嘅嘢就可以透過網購啦，貴價嘅嘢咧。貴價嘢其實坦白講都可以透過網購嘅，係咪啊？你去 LV 去買袋，去睇完個袋或者上網睇，即時喺 LV 官網度訂或者同 Chanel 個 sales 攞咗佢個 WhatsApp 即係你同佢熟嘅，睇下佢配唔配到個袋俾你。呢個就係完全可以透過網絡可以解決到嘅嘢嚟嘅。所以10幾年前呢，佢嘅智慧
喺當時係成功嘅，但係隨住時代嘅過去啦，佢呢幾年咧仲積極睇好咗香港嘅樓市同埋經濟，就買咗好多鋪同埋繼續擴張起樓。結果咧就係賣一間蝕一間。我睇佢今年最新嘅年報咧，即係咧佢係買樓收益啊，賣樓收益係6億幾，但係賣樓嘅成本係7億幾，即係每賣一間就蝕一間，就因為你嘅借貸成本高嘛，過去幾年係貴息，而且咧你早期買落嘅地皮咧又貴，而家咧市場嘅承受力咧又低，所以你變成咗你賣一間就蝕一間，但係佢唔賣唔得啊，因為佢急需要啲錢嚟套現去還銀行嘅債啊嘛，結果而家就還唔到啦。就166億預期違約，咁好可能咧要面對住債務重組。咁楊受成可唔可以救到佢？當然，如果佢用私人嘅錢，梗係救到佢嘅。佢用英皇集團母公司嘅錢，可能可以救到即係呢個嘅英皇國際，甚至乎用佢個人嘅錢可以。咁但係對於一個80幾歲嘅老商人，有冇呢個必要呢？咁呢個就難啦。而且咧，你繼續救啦，救即係代表咩？救你覺得香港嘅零售業、香港嘅寫字樓係會復甦嘅，但係事實上香港嘅寫字樓呢個嘅商鋪同埋呢個物業價格係咪會復甦呢？寫字樓會復甦嘅機會率，我認為係極低喎。而英皇咧真係好主力嘅收入咧係嚟自寫字樓嘅，因為而家係虛擬辦公室嘅時代啊嘛，而家 AI 嘅時代，虛擬辦公室嘅時代，對於寫字樓嘅需求係越嚟越低，尤其是啲甲級寫字樓更加嚴重。咁所以湯文亮佢哋點解要急於賣寫字樓賣鋪啊？就係要還翻俾銀行嘅債務，而根本租金係租唔到出去。全球都係越嚟越唔需要咁依賴寫字樓，同過去嗰幾十年唔同啊！呢個係一個路徑轉移嚟嘅，而路徑轉移呢，今次睇落去呢，就係似乎各行各業一齊轉移，咁就會進入咗一個咧路徑崩潰嘅階段啦。咁如果而家呢個世代似乎睇個趨勢要轉型，咁一定係要走向 AI 啊、人工智能啊、呢個無人機啊，要走向呢一方面。咁香港過去錯失咗啊，連 DJI 咧喺香港發跡都要去翻深圳度發展。咁香港晶片業啊、高科技業啊，似乎又並冇咩長進喎。咁所以呢一次呢，就似乎冇90年代、2000年初咁好彩，嗰陣先捱過咗5-6年嘅痛苦期。大概喺97、98金融風暴之後呢，捱到去04、05年開始香港復甦。咁但係而家呢一次呢，由治及興啊嘛，由呢個21年開始，香港嘅經濟就不斷走下坡。樓市就比起5年前嘅高位跌咗30%，而家樓市指數咧就翻去9年前嘅水平。香港寫字樓空置率嘅面積咧就創咗歷史新高。香港嘅吉鋪咧，亦都係我諗係03年沙士之後應該係最高嘅而家。咁所以而家呢個問題，如果要回流嘅，真係要認真諗諗喎。可能你錯咗一次噶啦，係咪要錯第二次呢？你翻去嘅時候會面對住乜嘢嘅困局呢？咁當然唔係所有人回流都一定唔得嘅，有啲行業仲有得做嘅。之前我同大家講過啦，譬如話醫護人員啦，咁翻去可能呢都會仲有得做護老業呢個物理治療啊，咁呢啲呢，翻去都仲有得做嘅。咁但係如果你仲係傳統呢4大產業嘅旅遊、地產、轉口貿易、出入口、零售業，咁可能咧就真係岌岌可危啦。咁如果金融業咁可能都仲有一定嘅空間嘅，咁但係可能就要學阿拉伯話啦。如果金融業西班牙話、阿拉伯話啦。咁anyway 今日借楊受成呢個 case studies 咧，就睇到香港似乎我認為咧就進入咗一個路徑崩潰嘅階段。崩潰後會唔會浴火重生咧？咁呢個就係。我就係研究經濟史嘅啫，我就唔係預測未來嘅。你哋話俾我知啦，你哋睇香港嘅後市係如何？喺下邊留言話翻俾我知，或者你哋在地嘅朋友話翻俾我知，好嘛？多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有我嘅參考資料、文字摘要、聲音檔等等，亦都有獨家嘅課堂內容喺會員頻道嚟嘅。多謝大家支持，拜拜。